穿越了。大明嘉靖年间，这开局一间破屋，一身烂债，一个比纸还薄的钱袋，读了几年书，自没认权，架子倒不小，把村里人全得罪光了。罢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先回屋盘点一下，看还有什么家当。清河，人可领回来了。人？昨日你不是把聘礼拿给媒婆，说要领个小娘子回来的吗？还说那小娘子是好人家姑娘，就是地方远了点儿。我见你家中连个红纸都没贴，可是银子不够。大伯又给你带了点来。成亲是大事，你可得好好置办。想起来了，原主问大伯借了5两银子，说要娶媳妇，结果全砸青楼里了。那屋里这人……夫君，可以吃饭了。清河，这女娃子是谁？大伯，这其中恐怕有些误会。误会？我给了你5两银子，你就带回这么一个小豆芽？5两银子，不说村花，就是城里的姑娘都能娶回来了。这姑娘瘦成这样，一看就不好生养，这儿你肯定被人骗了。夫君，原主你个浑人，醉得不省人事，还能在路上娶个媳妇回来，这下可好，怎么跟大伯解释？大伯，我这头有点晕，您先别急，让我先捋捋这事儿。头晕？是不是读书太用功了？那你先缓缓，大伯不吵你。下午我再带人过来。那些媒婆简直岂有此理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唐，昨天是夫君在路上把我带了回来。你也坐。我昨日醉得太厉害，记不太清了。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。我昨天要被舅舅带去关梅，夫君半路把我取了下来，让我跟着你回家了。我给了多少聘礼？1000银子呢？1000银子100文，1斗米大概40-50文，算下来也就30多斤米。30斤米能换回一个小媳妇儿。聘礼虽然贵了，但我很能干活的。我虽然瘦了些，但是可以生孩子的。你多大了？18了。我虽然瘦了些，但是我很能干活的。你的腿坏了好几年了，昨天夫君也知道的，表哥跟你说过了。虽然我腿脚不好，但不影响干活的。我会好好干活，不会让夫君浪费聘礼钱的。1000银子，腿有残疾，差点被亲舅舅随便扔给管夫。这小可怜，比我开局还惨。行了，先留下吧。下午我同大伯说说。多谢夫君。怎么有一股子霉味儿？夫君好久没用厨房了，米缸的米发霉了，我洗了好久，煮熟了，不碍事的。呀，还有一只米虫，我给夫君撇出去。你也吃吧。是。夫君。给，把这个喝了吧。晚点再看看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换粮食的。不要米，米留给夫君吃。米缸里还有米吗？还有一些的，估计还够吃3-4天了。我饱了的，夫君把剩下的米吃了吧。我吃饱了，剩下的米你都吃了，吃不完就倒掉，晚上煮新的。米缸里既然还有米，那就多放点米，不然我吃不饱。夫君是读书人，肯定有自己的规矩的，但是也不能倒掉的，我得全部喝掉才行。这底下可都是白米呢。
这白米真软和呀，完全不刮嗓子的。唉，这条件真是狗见了都摇摇头走了。就这样，居然还得了一个勤劳的小媳妇儿。等等，大伯下午还要带人来，我拿什么跟他解释？说银子全孝敬花魁了？不行，原主干的蠢事不能让我背全过，得想个说辞。先翻翻房间，看看还有什么家当。亏得原主还是一个读书人，狗窝都比这干净。2亩下等田，虽然不值几个钱，但好歹不算翻了个寂寞。来得这么快，算了，先应付过去再说。夫君，大伯又来了，他还带了好几个人。没事，你先进屋待着，我来应付。笑什么笑？都给我闭嘴！清河，这天太热了，出了不少汗吧？要不你先回去洗把脸，大伯带人在堂屋等你就好。不知道啥时候蹭的灰，怪不得这俩人笑成这样。好，那麻烦大伯你们在屋里等等我。这沈清河以前不是说读书人要注重仪容？上回大新儿子摔在他面前，他还赶紧往后退，撩起长袍说别弄脏他衣裳。爹，照我说你就别理他了。他先前不是当着众人面说不用你管的吗？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别说了，无论清河要不要我管，我都是大伯。你这个做堂哥的再在背后笑他，小心我抽你！在那里做什么？太阳太大了，别在外面站久了，小心中暑。夫君的衣裳掉地上了，我给夫君捡起来洗了。那些太臭了，先散散味儿。没关系啊，我拿去河边洗洗就好了。大伯他们过来了，在堂屋里等着。没事儿，我会跟他说清楚，你不用怕。这些衣服先不着急洗，麻烦你帮我收拾一下房间，被面也拆下来，到时候一起洗了。顺便看看还有没有干净的衣裳，帮我找找出来。夫君不用说帮的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行，那你去忙吧，我洗把脸就出去。夫君等等我的，水缸有些脏，我还没来得及洗，我给夫君从井里打水洗脸。我来吧。不用呀，我可以的。你的眼睛……对不起，我是个骗子，我骗了夫君。爹，这沈清河也太慢了，洗个脸洗多久？急什么？又没让你去干地里的活。有德，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管多少钱，都得要个说法。那女娃子瘦成那样，一看就是媒婆坑人。是这个理。沈清河，你这太慢了！闭嘴！确实浪费了些时间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不久，就等了这么一会儿，不碍事儿。你不用管你堂哥说的，他也没什么屁事儿干，一天到晚胡咧咧。清河，说正事儿。那女娃子呢？今晚让她去祠堂过一夜，明天我们把人带出去，找媒婆把多余的聘礼退回来。你说是哪条村子的媒婆？大伯，不用麻烦了。人是我带回来的，就不带回去了。不带回去？5两银子啊！这银子我拿去娶阿花都够了。是啊，大伯当时也是糊涂了。这么贵的聘礼，应当和你一起去看看的。你一个读书人去做这些事，实在难为你了。
这姑娘你要是喜欢可以留下，但多收的聘礼必须退回来。有德说的对，人可以不退，多收的钱得退。大伯，三叔公，人是我带回来的，如今人清白没了，我理应对他负责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不负责任？眼睁睁看着一个小姑娘去承受那些莫须有的，而且我一个读书人，事情真闹大了，对我的名声也很是影响。真严重起来，我可能连科举都参加不了了。科举都参加不了了？是的，读书人最要紧的是名声。我若是因为这事不能参加科举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那确实不能去找了。那银子呢？5两银子就打水漂了。先前我爹给你倒贴的加起来都10几两了，你拿什么还？你给老子住嘴！至于我欠大伯的5两银子，等过一阵子我再还你。那你得告诉我们这个媒婆是谁。我们不把人带过去，但也要知道是谁，日后村里的大伙好避开他，免得白白被坑了。这媒婆是外地来的，操的哪里的口音我也不知道。昨天我头晕的厉害，没记太多。这事儿就先这样吧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先这样吧。不过你要是觉得哪里不对，随时来跟大伯说。都散了吧。你爹还想着倒贴沈清河呢，他这才娶妻，一事都没办。这些东西置办起来可要不少钱，别到时候把你娶媳妇的钱都花光了。我爹是一家之主，爱做什么做什么，那是他侄子，他就是搬空了也有他的道理。至于我娶妻的事儿，我爹肯定更看重。不是，你方才不还嚷嚷着让你爹别倒贴吗？我那是自己家里的事儿，你最好少说这些，不然被我娘听到了，她能把你骂死。方才在堂屋里，大伯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听到了一些。夫君，对不起，我是骗子，我骗了你。我阿娘说过的，我不是灾星，但是对不起，我这就走。我又没说让你走。我知道的，夫君是读书人，不适合赶我走，不用你开口，我自己走。你能走去哪里？昨天回来的时候，我看这附近有山，我去深山里头找个山洞住着。山里有狼，还有大虫。你这小身板，大虫能一口一个，不怕吗？我没有肉不好吃，大虫可以吃有肉的动物的。行了，把头抬起来。我问你，你这眼睛影响看东西吗？不影响的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青色的。不错，远一点呢，能看清那边晾衣杆上挂的是什么吗？是夫君的旧长袍。既然不影响看东西，那就没什么，不过是得了一种罕见的眼疾罢了。眼疾？城里人心医馆的大夫说过，这种眼疾并不传染，也不影响日常生活，只是天生如此，治不好罢了。夫君，不觉得我是怪物吗？你腿又是怎么回事？好几年了，以前摔过一跤，后来走路就这样了。虽然我腿脚不好，但不影响干活的，洗衣做饭、种地、砍柴我都能做，我不会白吃夫君的米的。我以前把家败得差不多了，家里也没什么余钱，你留下来，只能跟着我吃苦。我不怕吃苦，我在家里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，洗衣做饭，田里的庄稼我都能伺候，我还会上山砍柴，我什么都能做。行，那以后就有劳你了，我收拾屋子实在不太行。我会好好干活的，不过我做的饭可能不太好吃，以前在家都是吃糙米粥，白米我没怎么做过。没事儿，做熟了就行，我不挑。
总算是暂时摆平了。接下来得想法子挣钱，米缸里那点玩意儿撑不了几天。清河，你既然娶了媳妇儿，今晚得吃好一些。大伯家里也没准备什么东西，这些你先拿去用着。你今天脸色不大好，冲碗糖水喝了也好有些力气。这几天你要是听到你大伯母说了什么事儿，你别管他。元神以前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，却还能得到这般真心对待，为了那些莫须有的人活活气死，太不值当了。必须好好活下去，给所有关心你的人争口气。等等，糖，白糖，有办法了。1、2、3，起！啊！大伯刚刚又过来了，给我们拿了些东西来。你在做什么？水缸太脏了，得洗洗，把它打满水。你拿进去，水缸我来洗就好。我来吧，夫君是读书人，不要干这些粗活了。拿着，里面的东西金贵着，你去放好。咦，这么轻的吗？夫君，我来洗。我会洗，你去吧。要是搬不动的东西，喊我就是。哎，夫君，大伯拿了盐块和糖过来呢。东西不多，先用着吧。等赚了钱，再买多些回家囤着。你见过白糖吗？没见过。别说白糖了，就是那种糖块，我也只在舅妈家里见过一次。她看我多看了一眼，赶紧就藏起来了。没事儿，今天你不仅能看到，还能让你尝到。夫君，是可以用木炭来制白糖吗？不错，去洗一个日后不用了的锅来。夫君太好了，不仅把我救下来，不嫌弃我腿脚的毛病，也不嫌弃我的眼睛。这是除了阿娘外，第一个不因为我的眼睛嫌弃我的人。只要我勤奋一些，就算不能让夫君顿顿吃白米，也不会让他跟着我一起饿肚子。苏糖，去把这些糖全部煮了。这还是糖水吗？这肯定是成了。夫君，晚饭也好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吃完，不吃完今晚不让你睡觉。要睡觉的，今晚得洞房呢，得睡觉才能给夫君生孩子的。吃吧，家里的米你不用担心，明天我出去城里书屋看看，能不能接一点抄书的活，先把这段日子的伙食给搞定了。成了，看，这就是白糖。哇，这就是白糖，好好看呀！等锅里的这些糖再烘干一些，就可以倒进碗里晾干了。
明天我把这些糖拿去城里问问，看看他们收不收。要是能卖个好价钱，那就再买些糖回来提纯，这样我们也好有个正营生意。来，试试看甜不甜？夫君尝就可以啦。我不爱这样吃糖，你帮我尝尝。好甜呀！那给你留点在家里吃。不要不要，太金贵了，可以拿到城里去换不少钱的。换了钱，夫君可以买白米吃。不差这点，一会儿用锅里温着的热水洗个澡吧。明天早起得锻炼一下才行。好啦，夫君也洗了，锅里还有热水呢。怎么才用了这么一点？我用了半勺啦，剩下的给夫君用就可以了。现在天气热，不用热水倒也没事。不过最近要换季了，小姑娘这小身板我确实有点担心。以后锅里煨着的热水你都用，不用给我留。可是夫君是读书人，身体金贵着呢。就是为了读书，才更要用冷水。你听话便是了。好，我听话。上面沾的白糖刚刚给小姑娘尝了味，这个节俭的小丫头只小舔了一口就不舍得再吃了。赶紧赚钱吧。走吧，厨房也没什么要做的了，回去睡觉去。睡觉了。怎么不过来？我来了。要是冷了，你记得盖些被子。夫君，睡觉就能给夫君生孩子吗？啊？谁跟你说的？我舅妈说的。她说女娃嫁了人，睡觉就能生孩子。我今晚睡了，明天是不是就有啦？没那么快。行了，睡吧，明天还要干活。夫君，起这么早啊？你醒了，我去镇上一趟，你在家好生等我。夫君路上可要注意安全，要不要我也跟着？不用，你在家洗洗衣服吧，我中午前就回来了。那我在家做好饭，等夫君回来。哟，我们村的文曲星老爷要去书院上课了。今日怎么不酸几句什么子曰爹曰了？状元老爷来了，今日怎么这么早啊？状元老爷今天要和我们这些泥腿子一起坐牛车吗？瞧你说的，人家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，怎么会和我们这些人一同挤牛车？原主座作为村里唯一的读书人，因为太作，几年功夫就让全村人都讨厌了他。以前听到这些话还沾沾自喜，以为别人是在恭维他。唉，人傻没腰衣啊。这位客官需要买些什么？这位小哥不知道掌柜的可在？哎，请进。什么事？掌柜的，我这儿有个好东西，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？这是白糖，确实是白糖，没有杂味儿，品相不错。这个白糖你卖？自然是卖的。不过掌柜的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远方亲戚带来的，
说他认识的人还能弄到更多。若是价格合适，我回去还能再帮你问问。你这东西不会是偷来的吧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一个读书人，岂会混些不义之财？要不是家里实在缺银子，我也不会拿出来卖。你这掌柜好生奇怪，居然这般污蔑于我，我不卖便是了。抱歉，是我说错话了。这位公子不要见怪，我们这里自然是收的，差1两半到2两5钱，算足秤吧，一起750文钱。掌柜的，你可不能瞒骗于我，我的同窗中也有不少家在城里是有头有脸的。怎么会？不知道公子的夫子是哪位秀才公？我的夫子是李秀才，您先结账吧，我还得趁亲戚在家去谈后面的事。数清楚了，750文，公子收好。掌柜的，你这里还有原糖卖不？原糖有，不过那东西又黑又粗，一般都是做糖点用的。公子这读书费脑子，买回去泡糖喝，贵的吃不起，原糖便宜点就行。公子倒是个实在人。行，你要多少？来400文的吧，再拿1块盐巴。400文原糖，50文盐巴，刚好450文。公子，你这一趟卖糖的钱，转眼就去了一大半啊！银子赚来就是花的，不过这白糖确实不错，我亲戚那边应该还能弄到更好的货，到时候再拿来给掌柜过目。那感情好，公子下次来直接找我就行。客官要点什么？白米怎么卖？上好的白米10文1斤。来5斤白米，再称3斤白面。白米5斤50文，白面3斤24文，一共74文。多谢。客官打油，打1小罐香油，能装多少？这一罐正好装1斤。行，打满吧。15元。多谢。买肉，猪肉怎么卖？肥肉14文1斤，五花12文，瘦肉10文。要2斤五花，2斤1两，算你2斤，24文。包好了，回去炒着吃，香得很。是得好好吃一顿了。回去先把原糖制成白糖，再跑一趟城里换钱。伙食改善了，人才能养好。中间还得找点别的营生，不能光指着一门生意。家里没面粉，不能给夫君做干粮。这下面粉也买了，肉也买了，他应该不会再愁眉苦脸了吧？这3正书屋是陈员外外家的，听闻现在正为中秋灯婚会收集灯谜呢。今日做馆的是现学的何秀才，听说灯谜选出来后会送去给县尊大人过目。布的最好的，不仅能得到书屋奖励，还能在县尊大人面前露脸。是啊，刚刚有个学生写了个灯谜，连丙等都没上，也得了个10文钱的奖励。何家村学子何荣浩，1等灯谜1个。人家出个灯谜就得1两银子，反正谁薅羊毛不是薅？请问这灯谜还收不？自然是收的，还请向前来。那个就是他吗？他怎么还敢出来城里？不怕被赵公子打死吗？我要是他，我就直接找一根树枝吊死算了。听说这人之前去醉香楼那边被赵员外的公子撞见了，他的夫子刘秀才得知后很是生气，直接把他除名了。这么快，他不会是瞎写了2个字就交上去了吧？这真是你想的？自然是，不然秀才公是否有见到有人和我出的一样？好，这是今日的第1个甲等，不会有更好的了。这沈清河写了什么灯谜，让何秀才这般赞赏？真的是甲等？我没听错吧？甲等灯谜1个，来自水桥村学子沈清河，
这是沈公子的润笔费。他凭什么得到甲等？我等不服！这位小友有何话要说？此人败坏读书人的名声，已经被我们夫子退学，他也算不得读书人，凭什么得到这个奖励？哦，花灯会的活动可有指明只能读书人参加？这确实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我是不是读书人又有何关系？你强词夺理！你这名声，届时真要我等去猜你的灯谜，我等必不可能会去的。这位钱同窗，你确定你能有这样的资格见得到我灯谜？至于我的名声如何，诸位爱如何传，就如何传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轻宠。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在座的各位都是读书人，却因为几人的谗言，个个像个市井之徒一般对着我指点议论。这就是你们读的圣人之书。学生就先告辞了。夫君回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杂货铺掌柜收了白糖，换了700多文钱。我还买了不少东西，做好吃的去。白米5斤，这么多！白面3斤，明天你就能烙饼子了。能烙饼子啦！香油1斤，以后炒菜能放油了。好香！盐巴够吃一阵子了。这么多盐！粗糖400文的，够咱们做一阵子白糖了。400文，这么多糖！还有2斤五花肉。2斤肉。夫君，咱们家真的能吃肉吗？能吃，猪油渣蘸白糖吃，香得很。白米、白面、香油、盐巴、粗糖，还有肉，全都有了。对，全都有了。行了，别发呆了，先把肉放好，明天我来处理。哎，夫君，吃饭了。你给自己装了多少米？我装了的，在底下呢。这叫装了？米要留给夫君吃的，夫君明天还要去城里读书，也费脑子。我在家里不用费什么力气，喝米汤就够了。放下。夫君，这是给你的。吃了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夫君，你吃这么少怎么行？不吃，那倒掉。不能倒，白米多金贵啊。怎么了？我没切过肉，以前都是吃糙米粥和野菜，肉只见过别人家做。我来切，你在旁边看着，学一次就会了。嗯。切薄片，要切得匀匀的，炸出来才酥。夫君，火我来生，你歇着。一起，这油金贵，炸坏了就可惜了。好香！什么味道？肉是肉的香味。他家在
菜煮肉吃。我娘说沈秀才脾气坏，靠近了要骂人的。可是真的好香啊！夫君，这些猪油渣太多了，我们一顿吃不完。吃不完的用盐腌起来，能放好几天。以后每顿抓一把，炒菜也好，拌饭也好，都香。外面是不是有人？有几个孩子在门外面。我出去一下，你把灶上的油舀进油罐里，小心别烫着。夫君要做什么？给那几个小孩一人尝一块，省得他们趴在门上把门压坏了。站那么远做什么？过来。沈秀才，我们没弄坏你家门。我知道，闻着香味来的。一人一块，手伸出来。给我们的。拿着就回去吧，别在我家门口堵着，挡路。谢谢沈秀才，谢谢。夫君，这个太好吃了，外面脆的，里面是软的，咬一口全是油，比过年吃的肉还香。那多吃点儿，今天做的菜你多吃，别又只扒白饭。沈秀才，今天你给我们家狗蛋吃肉了，这小皮崽子就是馋嘴，日后他再敢来问你要肉吃，你直接赶走就是了。不碍事，今天正好炸猪油，随手给了他一块，不算什么。都是自己地里种的，不值钱。你一个书生人，别老吃白饭，配点青菜也爽口。吃完了，把篮子挂篱笆门上，我路过自己拿回去。一块猪油渣换一篮子菜，这买卖划算。沈秀才，多谢你今天给我家二丫尝了肉，孩子高兴坏了，回来一直跟我说沈秀才是好人。这2颗鸡蛋你拿着，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别嫌弃。婶子太客气了，真的不用。拿着拿着，我家母鸡天天下蛋，不缺这1、2个。夫君，今晚可以炒青菜吃了，青菜用猪油炒，特别香。那2颗鸡蛋明早煮了，一人一个。我不用吃鸡蛋的，夫君一个人吃2颗也行。又来了，一人一个，说多少遍了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一人一个。木炭提纯法效率太低，一锅汤要反复过滤，木炭还不一定够。黄泥水淋糖法倒是一劳永逸，但得先找到合适的黄泥，还得做工具。夫君，衣裳叠好了，明天可以穿这件出门。给我编的。夫君那双旧鞋快破了，我想赶2天做出来，这样夫君去城里走路也舒服些。你自己呢？我这双还能穿好久呢，不急的。
这个也给夫君留着。他昨晚说猪油渣好吃。走。夫君早，粥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夫君，今天你要上山找黄泥，我拿了些盐和米，想中午在山上给你煮顿饭，这样你就不用饿着肚子回来了。你要跟我上山？夫君一个人挖黄泥太慢了，2个人快些。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，衣裳昨晚已经裁好了，晚上再缝。山上有蛇，我拿棍子打，以前我砍柴的时候也见过蛇，打2下它就跑了。你腿脚不好，爬山累。我不累，我以前一天爬2趟山，砍2捆柴。夫君别看我瘦，我力气很大的。行，但得跟在我后面，不许乱跑。我肯定不乱跑。歇一会儿。不用的，我还能走。夫君，你看那边，那片土的颜色和别处不一样。就是它，这一片土质不错，可以挖不少。我就说嘛，我认路认土都可准了。夫君，这袋满了，再来一袋。你脸上有泥。哪里？擦干净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夫君，火烧好了吗？快了，这柴有点湿，不太着。这个是我出门前从灶堂里摸的干草，明火好用。你倒是有经验。以前在山上砍柴，有时候天太晚赶不回村，就在山上过夜，自己生火做饭，这些都会的。还有泥，现在没了。夫君，在山上吃的粥比在家里吃的香。饿的时候什么都香。不是饿，是在外面吃，有风有树，还有小溪的声音，所以特别香。以前我一个人在山上吃饭，只觉得孤单，今天和夫君一起吃，就不孤单了。以后吃饭都有人陪你，在家也好，在山上也好。夫君，糖沙结好了。好，端出来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成了。和前几天的不一样，昨天的还有点黄，这个跟血一样白。这叫黄泥水灵糖法，比木炭法快10倍，成品好10倍。这批糖拿出去卖，价钱至少能翻1倍。夫君，你比村里的唐风还厉害。不算什么，书上看的。书上还教人怎么用黄泥做白糖。老祖宗们的事都记在书里，我不过碰巧翻到了而已。那夫君明天把这些糖拿出去卖，能赚好多好多的银子。不止卖糖，明天先去找一趟苏家村的苏茂，问问长期供应原糖的事，以后这白糖生意就能正经做起来。阿娘，我现在有好日子过了，顿顿有白米，还能吃到白糖。
夫君对我好的不得了，你不用担心我啦。算下来，这批白糖能卖10几两，还完大伯家的债，还能剩下不少。得给小家伙买2身新衣裳，他身上那件补丁都快比原来的布多了。夫君，明天我想跟您一起回苏家村。行，明天早上牛车坐最前排。最前排风大。风大凉快。等，我爹昨天说了，让我跟你们一起去苏家村那边，我有亲戚，万一谈不话，还能帮忙说说话。大伯昨天没跟我说。他怕你推辞。我爹说，你虽然是读书人，但跟生意人打交道，还是得有个人帮衬。再说苏家村那地方路绕，我认得近道，能省半个时辰。谢谢文浩哥。好。认得路了。那条河往上走就是苏家村，以前我经常在那河边洗衣裳。再往山上走，有一片野竹林，春天能挖笋。那不是苏老三家的外甥女吗？那个眼睛，别说了，她旁边那个男的，听说是水桥村的读书人，现在在做白糖生意。走吧，去苏茂家。沈公子，契约我看过了，原糖每月20斤，价格比上回谈的再低半成。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以后你们家的白糖如果往省城销，得优先从我这儿进原糖。这个自然，苏老板实在，我们也不会换别家。苏老板，这是我们自家录的白糖，样品您留着尝，要是觉得好，下次送货我多带些。这品相比我见过的省城白砂糖还白，你家娘子手巧。妹子，你这白糖是怎么做的？我们家做了这么多年糖，还没见过这么白的。用黄泥水淋的，黄泥要挑山南坡那种粘性好的，调成水之后浇在糖沙上，杂质就被黄泥水吸走了。多做几遍，糖就白了。黄泥水，这法子我们从没听说过，是你们水桥村那边的老法子？是我阿娘教的。那里以前是我和阿娘住的。那小灾星把他爹克死了，把他阿娘也克死了，他舅舅一家都不敢留他。这么一个瘦瘦小小、抱个书香都吃力的姑娘，能克死谁？要不要过去看看？不去了。阿娘的东西都烧了，院子里什么都没了。我们回家吧，水桥村的家。对，回家，走快点还能赶上大昌叔的牛车，不用多走1个时辰路。
大樟树车上还有半筐萝卜要送到水桥村，晚了那萝卜该晒蔫了。夫君，我刚才撒谎了。什么谎？跟苏茂妻子说的黄泥水灵堂法是阿娘教的，阿娘根本不会做糖。我对着外人面不改色的说谎了，会不会不太好？你后悔了？不后悔。这个法子我们以后要用很久，说是娘家带来的最安全。反正阿娘不在了，他们也不可能去找阿娘对证。只是，我觉得阿娘要是知道我说谎，可能会不高兴。阿娘以前总说做人要老实。以后这个法子就是你阿娘教的，不但要对外人说，连你自己都要信。书上的东西到了你手里，就是你自己的。你阿娘如果还在，看到我们的日子好过了，只会高兴，不会怪你说谎。夫君，你要记账吗？如今元堂的问题也解决了，这生意总算做起来了。夫君写字真好看。以后教你认字，你是家里的小管家，连账本都看不懂怎么行？真的可以吗？我能学认字？当然能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晚上吃完饭，我教你认5个字，就从沈清河和苏唐开始。夫君，糖水冲好了，喝碗糖水补补力气。你也喝。夫君，我想好了，明天开始我每天早起做糖，我负责熬糖水和调黄泥水，夫君负责淋糖和记账，这样夫君不用那么累，还能多看点书。你一个人做得了？做得了，我手脚快，以前一个人种半亩地都不在话下。行，那制糖的事，家里这块就交给你，我负责找销路和买原糖。分工。此后小东西负责熬糖、搅黄泥水，而我则负责龙堂记账。晚上便在天井的那处空地上教他识字。夫君，这批糖一共多少斤？大概15斤，够卖一阵了。这么多了，杂货铺收得下吗？我前2天去城里问了文生哥，他那个酒楼每个月要用的白糖比杂货铺收的还多。明天我把这批成分1半送杂货铺，另1半送文生哥的酒楼，价格比杂货铺高1成。真的？那这样我们每个月能多赚好多。甜吗？甜。甜就对了，以后会更甜。夫君，我攒了11文了，等攒够20文，我给夫君买双新布鞋。城里的布鞋比草鞋好看，走路也舒服。你自己攒的零花钱，给自己买东西就行。不，我要给夫君买。夫君给我买了好多东西，我也想给夫君买一样。行，
那我等着。前几天沈秀才给我们家二丫吃了一块猪油渣，孩子回来跟我说，沈秀才还对他笑呢。说出去谁信？以前那个见人就瞪眼的沈老爷，现在会给小孩分肉吃了。我家狗蛋也是，还捧在手里不舍得吃，拿回来会给我看。那猪油渣炸得金黄金黄的，一看就知道舍得放油。你们说的是那个沈清河？那个整天子曰子曰的沈秀才？别是被换了个人吧？人还是那个人，就是说话不一样了。以前跟他打招呼，他能背过身去当没看见，现在路上碰见了，他会点头，还会叫婶子。你说怪不怪？这不怪，我听村长家的大儿子说过，人成了亲就懂事儿了。他娶的那个小娘子虽然瘦瘦小小的，但是个勤快人。这几天我看他总在河边洗衣服，见到人就低头，性子乖得很。行了行了，说这么多也不嫌口干，反正是人家的事儿，又没碍着咱们，该干活干活去。夫君，饼是昨晚烙的，虽然凉了，但还能吃。竹筒里是今早烧的开水，路上渴了喝。你呢？我煮了粥，等天亮了再吃。灶台上那半碗白糖，你今天冲水喝了，别省。天热，喝点糖水不容易中暑。白糖要卖钱的，多卖少卖不差你这一碗。喝了，这个拿着，里面是昨天做出来的新白糖，大概2两。你在家要是饿了，冲水喝也好，蘸饼吃也好。夫君，这是要卖钱的，我不能要。你是我娘子，我的东西你都能用，以后别说这种话。夫君，路上小心，早点回来。天黑之前准回来。哟，这不是沈秀才吗？这么早进城？阿伯早，去城里办点事。沈公子，可把你盼来了。上次那白糖，我们东家看了直说好，说多少都要。掌柜的早，今天的确带了些新货，比上次的更好。这比上次那批还白。沈公子，你家前妻到底是怎么弄的？这品相我在省城都没见过几回。家里的土法子不足为外人道，掌柜的要是满意，咱们就过秤。满意，满意，太满意了。这批品相好，我给你比上次高1成的价，一共是15两4钱。沈公子，以后有多少白糖，你尽管往我这儿送，我都按这个价收。多谢掌柜的。沈公子慢走，下回有货直接来，不用排队。白糖卖了15两，加上上次剩下的，手头有将近20两。先不急着还大伯，等攒够一笔整数再说。今天把该定的工具都定好，黄泥淋糖法就能正式铺开了。老师傅，我想订几件家伙。什么家伙？你说说看。2个瓦溜，尺寸这么大，漏斗形状，底部留孔。再来2口浅口的钢，做承接用的。材料和工钱您算算，我付定金。
定金50文。5日后，沈清河来取货。中秋花灯会提谜征集已毕，甲等提谜共6个，头名：水桥村沈清河。沈清河，没听过，是哪个书院的？水桥村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些天夫子们聊天时提过一嘴，说有个学生被退了学。该不会就是他吧？被退学了还能拿1等头名，这人什么来头？头名，这倒是个意外之喜。不过现在不是出风头的时候，白堂的生意刚起步，等站稳脚跟了，再想读书的事。哟，沈秀才今天怎么坐牛车了？以前不都走路吗？还说自己走路能锻炼腿脚。今天买的东西多，走不动。看，沈秀才回来了。那书香鼓成那样，买了多少东西？听说他昨天还在村口跟他大伯吵架，说银子的事儿，今天就有钱买这么多东西。该不会又问他大伯要的吧？可怜沈有和那么老实一个人，摊上这么个侄子。夫君回来了。这箱重，我来，你帮我把门关上。这么多东西，夫君，白糖卖了多少钱？15两，加上上次剩的，咱们家的银子够用一阵了。夫君，这些银子够我们还大伯的债了吗？够，但先不急着还，大伯家里暂时不缺银子用，咱们先留着手头宽容些，等攒够了整数，一次还清。好，那我先记着，欠大伯一共是大概是18两，大伯给过好几回，加起来差不多这个数。你帮我记着就行，不用天天算。18两，记住了。这布也是给夫君做衣裳的吗？不是，给你的。给我的？才2身新衣裳。你那件旧的，补丁都快比原来的布多了，剩下的布头你看着办，做鞋面也好，做里衣也行。夫君，这些要花多少钱啊？我身上的还能穿，不用做新的，布退回去吧，省下的银子可以买粮食。粮食也买了，肉也买了，今天花了不少，但剩下的银子还够用一阵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那个也是给你买的。天热，晚上睡觉扇一扇，凉快。夫君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都没给夫君做过什么。你每天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屋子，这叫没做过什么？来吧，把银子收好。你是家里的小管家，这事儿归你管。谢谢夫君，我会当好小管家的。以后会更多的。今天先去把肉切了，晚上炒个菜，咱们庆祝一下。
庆祝什么？庆祝咱们家的白糖正式卖出去了。夫君，我们以后天天都能吃白米了吗？能。那肉呢，也能天天吃吗？能，但不能天天吃肥的，会腻。以后换着花样买，今天五花肉，明天排骨，后天买条鱼。那得花多少钱呀？不用天天吃肉的，3、5天吃一回就很好很好了。今天不省了。夫君说的，我是这个家的人，既然是家里人，吃饭就该一样多。吃吧，小管家。前世从没觉得一碗半肉汁的米饭有什么稀罕，但看他那副不舍得浪费一滴的样子，倒真觉得这碗饭挺香的。这个留着明天给夫君做早饭。拌了肉汁的米饭，热一热就能吃，比白粥顶饱。夫君，草鞋快编好了，明天你试试，不合脚我再改。你做的东西肯定合脚。夫君，你说咱们家的白糖能一直卖吗？那个杂货铺掌柜会不会哪天就不收了？城里不是只有一家杂货铺，而且白糖这东西用量大，不怕没销路。等咱们的量上去了，我打算去找文生哥，他在酒楼做掌柜，酒楼用糖比杂货铺多得多，到时候供给他，价格还能再高些。文生哥是大伯家的大儿子？在城里做酒楼掌柜，人稳重，靠得住。夫君，我以前在苏家村的时候，听人说城里有些做生意的人专门欺负不识字的人，签了契约又不认账，或者拿了不给钱。夫君虽然识字，但到底是读书人，跟生意人打交道要小心些。你倒知道这些。以前阿娘在的时候跟我说过，她说外面的人心肠不一定都好，要我多留个心眼。放心吧，你夫君虽然是个读书人，但不是只会念书的呆子，生意上的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夫君才不是呆子，夫君最厉害了。白糖打开了销路，工具5天能取，瓦六一到就能扩大产量。才几天，就养成钻袖子的习惯了。这是怕我跑了？苏唐听听说呀，让长辈把你洗走了。你瞧沈孝才家这小娘子，手脚是真利索。这几日她天天来河边洗衣裳，都是捡最边上的位置，也不跟人抢，安安静静的。是啊，就是老低着头，也不跟人说话。上回我试着跟她搭话，她回是回了，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，一句婶子好，说完就赶紧低下头。他那个眼睛，你见过没？没，他一直低着头，谁看得见？不过村长都说了，那是眼疾，不是灾星。大夫的话总不会骗人吧？也是，大夫说的话总不会错。
沈家小娘子自己拧不动吧？来，婶子帮你拧。没事的，婶子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嗨，你这小娘子跟婶子瞎客气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多大了？家是哪个村子的？谢谢婶子，被单拧好了，我得走了。这么多东西，婶子帮你拿回去吧。你家离这儿也不远。你的眼睛，桂婶儿，怎么了？脸都白了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往外传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刚才在河边看到沈秀才家那个小娘子的眼睛了。什么样的？2只眼睛颜色不一样，一只发褐，一只带蓝。真的，我看得真真儿的，不是眼疾，那是异瞳。我跟你说，这可不吉利。异瞳，那不就是灾星吗？村长说是眼疾，原来是在替他瞒着。阿花他娘，你来听听这个事儿。沈秀才娶了个灾星回来，我就说嘛，前几天村长突然改口说他是眼疾，原来是帮沈村子打掩护。这么大的事儿，瞒着我们全村人，万一招来灾祸怎么办？就是啊，异瞳的人克亲又克邻，他娘家的人都克死了。现在轮到我们水桥村了。我昨天还觉得沈秀才变好了，今天才知道他是把我们当傻子哄。不行，这事得找村长要个说法。我只跟隔壁婆娘说了，怎么就传成这样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都去问问沈有德，他这个村长到底是怎么当的？村长，沈秀才家那个小娘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跟我们说实话。都安静，一个一个说。有德，桂莲在河边亲眼看到那女娃子的眼睛是异瞳，你先前说她是眼疾，是城里大夫说的，这话到底几分真几分假？你是村长，不能拿全村人的安危当儿戏。这事儿我已经问过清河了，他的确带那姑娘去城里仁心医馆看过，大夫亲口说是眼疾。清河是读书人，不会在这种事上撒谎。他以前撒谎还少了，整天说自己要做大官，结果连个童生试都没考过。他的话能信？够了！我说过，这事儿我已经问清楚了。如果有灾祸，我这个村长第一个顶着。都散了。要是真出事，你顶着有什么用？沈清河，你带了个义盟的人回来，这种大事为什么不跟村里商量？你把全村人的安危当成什么了？是不是要把大家都害死了才安心？今天你要是不给个交代，我们就按村规办，把他逐出村子。你们俩谁都别想留下。不要赶夫君走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大伯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后院就一会儿。
白糖，这是那小娘子做的。是，那天大伯给我送的糖块，他觉得扔了可惜，就试着弄了一下。木炭煮过碾碎，加进糖水里反复过滤，出来的就是这个。黄泥水淋糖法是后面改的，更快，出的糖更白。昨天卖了一批，15两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你大伯母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说过，大伯家里不缺银子。你把钱留着，买米买粮，把你媳妇儿养胖点儿。你看她瘦的，风一吹就倒。这是还大伯的，之前欠了那么多次，先还一点。清河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姑娘的眼睛真不是灾星？大伯，我读圣贤书，不信灾星这种说法。大夫说他的眼睛是病，那就是病。他爹被大虫叼走的时候，他才多大？阿娘病死，是他能选的？把天灾人祸全安在一个小姑娘身上，这不叫趋吉避非，这叫不讲理。而且他来我家才几天，我就挣了这么多银子，这要是灾星，我倒希望他多灾我几次。你这嘴皮子跟你爹一个样，认准的事儿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行，大伯信你，堂屋那些人我去打发。不过有一件事你得答应我。大伯说，以后村里要是再为这事儿闹起来，你别一个人顶着，让他们来找我。我一个村长说话，总比你一个年轻后生管用。好。今天的事儿我最后说一遍，沈清河家那姑娘的眼睛是眼疾，不是灾星。城里仁心医馆的大夫亲口说的，大夫的话谁要是还有疑问，自己去城里问。有德，你刚才在院子里待了那么久，就跟他说了这几句话，万一真是灾星，出了事谁担？我担。我是村长，村里出了事，我第一个顶着。三叔公要是还不放心，现在就跟我去城里，我掏钱请大夫当面给你说清楚。哼，好自为之。夫君，我给你惹麻烦了。我本来想一直低着头的，今天帮贵婶拧被单的时候忘了，一抬头她就看到了，是我不好。你本来就不用一直低着头，你那眼睛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可是村里人都说，村里人说什么不重要，大伯已经发了话，没人敢明着为难你。以后出门，头抬起来走。真要有人当面说什么，你回来告诉我。那我以后只抬头一点点行吗？行，一点点也是进步。走，去河边把柴火捡回来，今天的晚饭还没着落。嗯。你看他那腿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还有那双眼睛，说是眼疾，谁知道是不是真？几位婶子，这般对旁人指指点点，小心招来后患。孟子曰：“言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？”夫君，那句孟子渊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别人坏话的人要小心报应。
这句话我记住了，以后要是有人说夫君坏话，我也用这句话回他们。行，那以后你负责骂人，我负责打架。夫君是读书人，不能打架。打架不好，读书人动口不动手。我来，你把衣裳捡起来。回去再洗。腿还疼吗？不疼，他只是走路不好看，不疼的。那就走快些，太阳太大了，晒久了中暑。哦，夫君，这袋糖，我想拿去给贵婶儿。为什么？今天他帮我拧被单，虽然被我的眼睛吓到了，但一开始是真心想帮我的。而且他后来在人群里没有跟着起哄，只站在最外面。我想把糖分他一点，就当谢谢他一开始的帮忙。可以，你的东西你自己做主。夫君，我想明白了，我以后要主动跟他们说话。他们骂我也好，躲我也好，我都主动打招呼。以前在苏家村，我躲着人走，他们就觉得我心虚。现在我要让他们看看，我不心虚。我不心虚，夫君就不用那么累。这话是谁教你的？没有人教我，是我自己想的。今天在河边，贵婶一开始帮我拧被单，她不是坏人。村里人不全是不讲理的，只是没见过我这样的人。我多跟他们说话，他们就不怕我了。去送吧，这碗里的够做个人情了。我现在就去。贵婶儿，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白糖。今天谢谢你帮我拧被单，这个给你泡水喝，很甜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？白糖多金贵啊！不金贵的，我们家自己做的。夫君说想送就送。你那腿是怎么弄的？在舅舅家摔的，没养好，后来就这样了。造孽！行了，白糖婶收下了，代我谢谢你夫君。以后在河边洗衣裳，咱俩一块儿。被单太重你拧不动，叫婶子就行。苏家小娘子，你那眼睛不管是什么，反正你没害过人，婶子看得出你是个老实孩子。谢谢贵婶儿。夫君，白糖送到了，贵婶收下了，还说以后在河边帮我拧被单。那就好。夫君，那颗是不是启明星？那是长庚星，启明星是早上出来的，长庚是傍晚出来的，其实是同一颗星。同一颗星叫两个名字？早上叫启明，晚上叫长庚。我以前被叫灾星，后来夫君说我是眼疾，现在贵婶说我是个老实孩子，明明都是同一个人，为什么叫的名字不一样呢？因为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你，有的人只看见你的眼睛，有的人看见的是你这个人。
那我以后多做点好事，让他们都看见我这个人。好，明天我们去一趟地里。春天的时候，我给了六叔400文，让他帮忙种一下。虽然后面的工钱忘了续，但2亩地多少也应该有一些粮。明天我们去把粮收回来。听夫君的。夫君，底下的稻子全被草闷死了，这稻穗就算收回去，搓出来也粘不了几粒米。2亩地，春天给了400文工钱，秋天收了1田草。夫君，要不我去找六叔问问？不用，我去。田里有露水，扎紧了裤脚不湿。夫君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留在这儿，把还能收的稻穗挑一挑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六叔要是看你一个人，说不定又要大声嚷嚷。多个人多双耳朵，他总不好当着2个人的面耍赖。夫君以前说话，他们都不当回事，现在有我站旁边，就算不说话，他们也不会太过分。走吧，记住，站我身后，不用开口。我就站着，不说话。这不是沈秀才吗？怎么到我家地里来了？六婶，我找六叔问点事。找我什么事儿？田里的活多着呢，没工夫闲聊。六叔，我家那2亩地，春天的时候我给过你400文工钱，让你帮忙种上庄稼，后面又说好帮我照看到秋收。今天我去田里看了，草比庄稼高，2亩地1颗粮食都收不上来。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。你还来问我怎么回事？你当初给的是2天的工钱，2天的活我干完了，种子也帮你搭上了，后面你又没续工钱，我总不能白给你干活吧？你一个读书人，种地的事儿一窍不通，现在跑来兴师问罪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哼！老六，怎么又跟沈孝子吵起来了？他来找我吵架，说我坑了他2亩地。老六，有话好好说。沈秀才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什么讲理不讲理？他给了2天工钱，我就干了2天活，后面的活他让我干了，但我不能一直白干吧？我去找过他好几次，他家门锁着，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总不能天天蹲他家门口等着吧？400文就干2天，这工钱也太高了吧？就是啊，一般农忙的时候请人，1天也就20-30文，2天60文撑死了。400文，这得干半个月。那是他自己开的价，又不是我逼他给的。再说，那400文里面还算了种子钱，种子不是我白给的，是我从自家流里匀出来的。你们都知道，今年春天种子什么价？六叔，你说的对，当初给的工钱里确实包含种子钱。那咱们一样样算，400文减下种子钱大概80文，剩下320文。按农忙时节请人的工价，至少够干半个月的活。2亩地，从翻地到施肥到除草，半个月都富裕。六叔，你干了几天？那后面你又没给我钱，我总不能……六叔说的是，后面我没及时给钱是我的错，但你干了几天就停了，总该跟我说一声吧。 2亩地，你种了就不管了，草长了1人多高，庄稼全废了，这损失算谁的？2亩地，就算是1亩交秋税，1亩自己收，按今年的粮价，1奴产1担谷，少说也是400-500文的收成。
400文工钱打了水漂，2亩地的收成全没了，加起来损失是多少？老六，这事儿你做的不厚道。人家沈秀才给你那么多工钱，你就是看他年轻不懂农业，欺负人吗？我没有欺负他，是他自己不给续工钱。六叔，我没给续工钱，是我疏忽。但你干了几天就停了，停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这总不是疏忽吧？沈秀才，这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。我们家当家的脾气直，种了2天看没人管，就觉得你是不要这地了。我们也没想到草能长这么高，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？咱们都是同村人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别伤了和气。六婶说的是，都是同村人，我不想把事闹大。这样，你们帮我把田里的草和蚕稻收了，草归你们，能拿去喂猪也好，卖钱也好，我不分。然后这一季，你们帮我把地重新翻一遍，种上庄稼。种子钱我自己出，工钱不用你们管，就当补上之前没干完的活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就让我家那口子带着儿子去把你家的田收拾了，种什么庄稼你自己定，种子拿来我们给你种。这沈秀才算账算得比账房书上还清楚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有这本事？人家本来就是读书人，算账能差，就是以前懒得跟咱们计较罢了。怎么了？刚才吓到了？没有，我是在想，夫君刚才算账的时候，那些人一句话都插不上。以前在苏家村，我阿娘去找人讨工钱，人家几句话就把她打发了。要是阿娘也会算账就好了。夫君，我想学算账。你前几天还说想学认字，2样都想学。认字是认字，算账是算账。我学会了算账，以后去杂货铺买原糖，就不会被人多收钱。我学会了认字，就能帮夫君记账了。行，2样都教。今晚开始，先认5个字，再教你打算盘。谢谢夫君。账这个字，左边是贝，右边是长。贝是古代的货币，所以跟钱有关的字大多带贝。长长是长久的长，意思是说账了记月间久，账要长久记。不错，再来。收、支、余，这3个字是一套的。收是进来的，支是出去的，余是剩下的。就像咱们家的白糖生意，卖糖得了银子是收，买原糖花了银子是支，钱匣子里还剩多少是余。夫君，这比做糖难多了。不急，做糖也不是一天学会的。那我再写10遍，写完了再去做饭。今晚把昨天的猪油渣热一热，拌在白米饭里，夫君肯定饿了。从9枚铜钱到学记账，从不敢抬头到敢跟着我去跟人对峙，这小东西长得不慢。黄泥3袋，六叔送来的不止3袋吧？后面还有，第1回送了5袋，第2回又送了3袋，都在后面记着呢。夫君说过，账要长久的记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夫君，咱们家的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？那以后会不会更好？会，
等这季菜长出来，就不用买原糖了，自家田里出原料，成本能降30%。白糖的生意稳住了，就把欠大伯的银子全部还清，再攒一笔，把屋顶的瓦换了，下雨天老是漏水。换瓦还要买新铜具，还要给夫君买纸笔，还要给你多做几身衣裳。你那件旧的，补丁比原来的布都多了。我这件还能穿好久呢，先换瓦。这一层土颜色深，粘性也好。夫君说这种最适合灵堂，多挖些回去，省得他再跑一趟。慢点走，别摔了。等会儿给爷爷送完饭就回家，你下午还要认字。知道啦，我要跟爷爷说，今天我能背三字经了。小朋友，我在挖泥，不是害人，你到别处玩好不好？跟你说多少遍了，离这个灾星远点儿！他那眼睛看多了要倒大霉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阿娘，那里有东西在动。蛇，有蛇！都别动！苏唐，站在原地，一步都别动！夫君别过来，有蛇，大黑蛇！是水蛇，个头大，毒性不强。狗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谁被咬了？狗娃，狗娃有没有事？没被咬，是沈秀才打死了蛇。这蛇得有小孩胳膊粗。沈秀才，你一个人打死的？锄头顺手，是水蛇，虽然个头大，但一般没毒，就算有，毒性也不强。沈秀才，上次的事是我们对不住你，你今天又救了狗娃，这叫我们怎么还得清？夫君，以后不要这样了，太危险了。不危险，水蛇而已，我认得。认得也不行，万一它有毒呢？万一咬到你呢？夫君是读书人，不该跟蛇打架的。行，以后不跟蛇打架了。沈秀才，这蛇是你打死的，我让你六婶炖一锅蛇羹给你们送过去。他做这个拿手，放点山菇，能掀掉你的眉毛。六叔不用这么麻烦。不麻烦，你救了狗娃，我们要是连锅蛇羹都不送，还算是人吗？你等着，今晚就给你端过去。苏家小娘子，以后你一个人来挖黄泥，碰上什么事儿就喊我们。你六叔的田就在不远处，喊一声就能听见，别自己扛着。谢谢六婶儿。谢什么谢？该是我们谢你们。夫君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怎么了？刚才蛇出来的时候，我应该护着那个小孩的，可是蛇一出来，我也害怕了，腿都软了。我除了喊夫君别过来，什么都没做。苏唐，害怕是很正常的，而且你没有只喊别过来，
你当时握着锄头是想砸那条蛇，要是我不在，你大概已经砸了，动了的就不是没用。走吧，回家把黄泥晒一晒，下午还要淋汤。夫君一个读书人，裤子上沾蛇血，说出去都不好行。那我明天换一条。明天穿那条新做的，我昨晚刚缝好裤脚，正好合身。打蛇一条未花钱，这是什么账？这也是账。蛇肉可以吃，没用钱买就是进项。等六神把蛇羹送过来，我再在下面记一笔，收蛇羹1锅。按市价算的话，怎么也得值10几文钱呢。蛇字这样写，左边是虫，右边是它。虫好理解，蛇本来就是虫类，这个它是人们根据蛇的形状造出来的，记住了？虫加它蛇，记住了。六叔六婶，这是做什么？说好的，蛇羹给你端来。你六婶放了好些山菇和笋干，炖了整整1下午，鲜得很。这老母鸡是我们家下蛋的，你留着养，每天能捡个蛋。菜是自己地里种的，不值钱。黄泥是志强非要挑的，说以后每天早上给你家送一担。六叔六婶，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别推。你今天救了狗娃，这份恩情我们得认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。还有你家这2亩地，等这季痞菜收了，下一季的庄稼从种到收，我们全包了，不要你1分钱。六婶，上次说好的，你们帮我把这季庄稼种上就行，不用这是我跟你六叔商量好的，你要是再推，就是看不起我们。那就多谢六叔六婶了，这份情，清河记着。蛇羹趁热吃。这比过年还丰盛，有蛇肉，有鸡蛋，有菜，还有能下蛋的老母鸡。咱们家的日子真的越过越好啦。这个蛇肉好嫩，比鸡肉还嫩，好吃。夫君你自己吃。我够吃，你多吃点。今天在坡上下的不轻，吃点肉补补。夫君，以后我要学会认蛇。水蛇没毒，乌臊蛇也没毒，但蝮蛇有毒。学会了，下次再碰到我就知道该怎么办。行，明天我画几张图给你认。明天给夫君下面条吃。你以后就住我们家了，柴房给你腾了个窝，晚上睡里面。不要乱跑，外面有黄鼠狼。好好下蛋，夫君读书费脑子，需要补。昨晚你没叫，是个安静的鸡。安静的鸡好，不会吵着夫君读书。夫君，粥快好了。六叔家昨晚送来蛇羹，我热上了。今天早饭有肉有粥。那只鸡喂了没？喂了，吃了我好大一把米糠，胃口可好了。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小花，因为它羽毛上有白点。一只老母鸡叫小花，是不是不好听？那不叫了，就叫母鸡。就叫小花吧，好听。
夫君，我想把那几袋白糖再筛一遍。昨天淋糖的时候，有几袋黄泥水调的浓了些，糖里可能带了一点点细土，筛干净了品相更好，卖价也能高些。筛的时候带块布巾遮口鼻，细糖粉呛人。知道啦，我今天还打算把柴房收拾一下，给小花多铺些干草。还有水缸也该洗了，缸底长青苔了。我今天去趟城里，去交白糖。这批糖大概20斤，分2处送。杂货铺要10斤，剩下10斤送纹身哥的酒楼。上次跟他谈好了，酒楼用量大，价格比杂货铺高1成。顺便再去趟瓦溜的工坊，上回订的2口新瓦溜应该烧好了。旧的锅底敲的洞太大，淋糖的时候黄泥水下得太快，出来的糖颜色不够白。大袋的是给杂货铺和酒楼的，小袋是给纹身哥尝的。我昨晚筛了好几遍，挑出最好的装了小袋。他要是吃了觉得好，没准以后能把酒楼的生意全给我们。你想的比我周到，以后跟人谈生意，你是不是打算替我去？我哪行？我话都说不利索，见生人就害怕。我就是想帮夫君多卖些。行，纹身哥那边我会把话递到。你今天一个人在家忙这么多活，自己悠着点儿，别太累了。不累的。以前在苏家村，我一个人要从早干到晚，还要上山砍柴，那才叫累。现在这些都是轻活，做糖又不费力，比以前好多了。1个多月前，他连跟人说话都不敢抬头，现在能踩凳子够碗橱了。可以了，夫君早去早回，今天日头毒，路上别赶太急。水壶在书香侧兜里，烙饼包在干净布里，饿了就吃。你别这样看我，我脸上是不是又沾了东西？爹昨天托人带话给我，说你今天要来交糖，正好我今天回村看爹娘，就在城门口等了你一道。你那白糖我给掌巢师傅看了，他一看就说好，比他在省城见过的白砂糖还细。以后每个月10斤打底，要是用量上去了再加，价钱就按你说的，比杂货铺高1成。多谢纹身哥，下批货我提前2天给你送，不会误事。不急。对了，爹说你这白糖是弟媳做的，他那个演技好些了没？村里人还在说闲话吗？好多了。他每天在家里做糖喂鸡洗水缸，忙得没空出门，闲话还有几句，不过没人当面说了。那就好。上回你大伯母去你家闹事，他后来跟我说了，他自己也后悔，让我见到你跟你道个不是。他那人嘴硬心软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大伯母是为我好，我知道。那天的事早过去了。你这一路背了快20斤糖，肩膀不酸？书香给我背一会儿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我这个堂弟，小时候念书3天2头逃课，现在倒肯吃苦了。他那白糖在城里卖的可俏，怎么样？你们要不要也跟沈秀才订几斤？改天问问价。好说，问价找我堂弟，要货我帮你们捎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他还能收你们高价不成？夫君回来了，今天比说好的早。纹身哥，弟媳好，不用紧张，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。我爹说你很能干，今天一看果然，这天境收拾的比我家的还齐整。这2包是纹身哥带回来的，1包卤牛肉，1包桂花糕。牛肉是熟食，今晚切了就能吃。桂花糕是饭后点心。这怎么好意思？纹身哥太破费了。不破费，酒楼后厨多的是，平时我们自己也吃。再说你们的白糖给我们酒楼省了不少事儿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天不早了，我就不多留了。夫君，
文生哥走的时候，我忘了说谢谢了，下次他来我要补上。行，下次你亲自说。这个牛肉比我以前吃过的所有肉都好吃，卤的是不是放了好多香料？我吃出八角味了，还有桂皮。以前阿娘在的时候，过年做过卤菜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不过没这个牛肉这么嫩。文生哥酒楼的卤牛肉是招牌菜，用18味香料卤一整天才出锅。夫君也吃，你走了一天路，比我累。文生哥送了好多，够吃好几顿呢。夫君，今天文生哥来，村里人都看见了，他们以后会不会对我们家好一点？已经比1个月前好多了。今天回来的路上，有人跟我打听白糖的价钱。真的，有人要买我们的白糖？慢慢来，等生意再大些，我看能不能在村里开个小糖坊，请几个人帮工，到时候你就当管事，教他们淋糖。你的腿不好，不用自己天天扛黄泥。我哪里会当管事？不过开糖铺好。夫君是读书人，本来就不该天天在村里卖糖。夫君应该去读书，考功名。考功名的事以后再说，先睡觉。明天你还要早起喂小花。哦，对，小花今晚好像还没回窝，我去看看。她已经在窝里了，我记得刚才没赶她进去。我赶的。夫君，你嘴上不说，其实把什么都做了，赶鸡、挑水、收拾院子，都趁我不在的时候干了。话多，睡觉。谁？是我，你大伯娘，开门。大伯娘，请进来坐。大伯娘，喝碗糖水。你别忙了，坐下，我有话问你。你是苏家村的人对吧？是。苏三林是你什么人？是我舅舅。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了，怎么走的？阿爹被山上的大虫叼走的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不太记事。阿娘带我回了娘家，后来外公也走了，阿娘病了，没钱治，也走了。村里有人跟我说，你眼睛的事没那么简单，说你克亲克死了你爹，克死了你妈，你舅舅一家都不敢留你。这些事你有没有瞒着我侄子？大伯娘，我没有。阿爹被大虫叼走的时候，我还不会走路。阿娘是病死的，村里的郎中来看过，说是什么肿症治不了。我没有克他们，我不想的，我也不想他们死。大伯娘，我不会害夫君的。我每天给夫君做饭洗衣，帮夫君做糖。夫君咳嗽一声，我都怕夫君着凉。我不会害夫君的。你先别哭，我今天来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问清楚。如果你真的克亲，就算我侄子护着你，我也不能让你留在他身边。你可以在后山脚下找个地方住，离村子远些，两边都安生。他是我死去的二叔唯一的儿子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出事。哭什么？夫君，我没事。大伯娘只是问了我几句话，我先去厨房烧水。坐下，不用躲。大伯娘，你刚才问他克亲的事了，是吗？是，我托文浩去苏家村打听的。他舅舅亲口说，他爹娘外公全死了，他自己2条腿也不一样，眼睛也不同常人。清河，你是我侄子，我不管你谁管你。大伯娘管我是应该的，
不过这些事儿我成亲第2天就知道了。你知道还把他留在家里？知道，他爹是意外，他娘是病，他外公是年纪大了，都不是他害的。至于眼睛，医馆大夫说了是眼疾，不传染，不影响过日子。腿是在舅舅家摔的，没养好。大伯娘，你瞧他这身板，能克谁？风一吹就倒。可是这种事宁可信其有。大伯娘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他来我家第2天，我去城里卖糖，得了15两。第3天，他捣鼓出黄醚临糖法，白糖的品质比之前翻了1倍。第4天，3正书屋的人找到我，说我的灯谜拿了甲等，县尊张大人亲自过目。我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从来没拿过甲等，他一来就拿了1甲。真的？真的。县衙的人来村里打听过，何教义也在场。大伯娘如果不信，下个月中秋灯会，城里花灯上贴的头名一谜就是我的。大伯娘，这些好事全是他来了后发生的。以前我一个人过日子，书念不进去，债欠了一屁股，村里没人看得起我。现在他来了，我成天往家里搬银子，村长在村口见了我，主动打招呼。这要叫克亲，那大概是我命硬，他克不动，反而被我给带好了。你这张嘴越来越能说了。糖水甜不甜？甜，比我们家的糖甜。这就是他做的。大伯娘要是不信他，总该信这碗糖水。下次来提前说一声，让他多冲2碗，给你带回去给文华尝尝。行了，我回去了，晚饭还没做。你大伯在地里干了1天活，回来没饭吃，又得念叨我。以后有人欺负你，来跟我说。你大伯不在的时候，我来给你做主。谢谢大伯娘。夫君，大伯娘说苏家村的事是文浩哥去打听的，他们是不是都知道我以前的事了？知道就知道吧，知道了，他们也没把你赶走。大伯娘说以后给我做主，她上次来的时候还说要送我去后山住。是好事。这次真的不一样了。想说就说。夫君，你刚才跟大伯母说的那些灯谜家等什么的，是真的还是哄大伯母的？真的，哄人的时候再加点真的，听起来就更像真的。夫君，我想好了，以后谁再问我的眼睛，我不低头了，我自己跟他们说是眼疾，不是灾星。大伯娘都能信，别人也能信。想好了。想好了。以前我不敢说，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人听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大伯、大伯娘、六叔、六婶还有文生哥，他们都站在我们这边，我有底气了。那就这么说，明天开始，出门不许再低头。只抬头一点点。一点点也是进步。怎么了？不合身？夫君，我穿这个出去，别人会不会笑我？像不像偷穿别人衣服的小偷？新衣裳配旧草帽，扯平了，走吧。有车不等人的。夫君，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？醉仙楼，文生哥做掌柜的地方。这就是文生哥的酒楼，好大，比我们整个院子都大。一个肉包。好嘞。夫君，我不饿。我饿了，你先帮我拿着，凉了再给我。前面就是布庄，先把正事办了。一共4尺素棉布，2尺青青布鞋面，1包针线，成费72文。夫君，太贵了，我们去别家看看，
鞋面部不一定买新的，旧衣裳拆了也能用。70多文可以买好几斗米了。不贵，你今天穿的这件新衣裳，衬得你白了2个色号，值。苏公子，好久不见！上次那批白糖，我们东家赞不绝口，说比省城来的货还白。今天可带了新的来？带了10斤，掌柜的过目。按老价钱，一共12两。苏公子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你这白糖以后能不能专供我们一家？我们东家打算把白糖卖到省城去，到时候量能翻好几番。我家娘子说了算，她让我卖谁我就卖谁。我什么时候说了算？快去看，快去看！这大师6天不吃不喝，脸色还这么好，肯定是活佛转世，拜一拜能保平安。夫君，那个人为什么坐在上面不动？不动就是在骗人。走，去瞧瞧怎么个骗法。南无阿弥陀佛！佛祖有令，恶鬼就在那处。待老衲以大威天龙将其打入油锅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夫君，那纸做的乌龟怎么会游？难道真是佛法？熊狗胆汁加鲤鱼胆汁调成汁，涂在纸龟上晾干。入水后胆汁扩散，纸龟就会动。不是佛法，是骗术。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站在我身后，别动，别出声。我要用手将附了恶鬼的猪骨头从油锅中取出。诸位施主勿慌，老衲有佛法护身，油锅地狱不过如此。大师，刚才说有佛法护身，那你的手为什么一直没伸进去？你是什么人？锅底垫的是醋，上层浮的是油，醋在极低的温度就会沸腾，看起来像是油开了，实际上锅里的温度连鸡蛋都煮不熟。猪骨头里灌了水银，受热膨胀会发出声响，不是什么恶鬼惨叫。至于那只纸龟，不过是熊狗胆汁加鲤鱼胆汁的把戏。好，读书人就该有这份眼力。袁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说过不跟蛇打架的，怎么又跟和尚打架了？那和尚是骗子，我没打架，就拽了一下禅杖，他连人带杖倒了一地，是他自己没站稳。以后不准这样了。以后不跟和尚打架。不过刚才你蹲在树底下抱着书香的样子，有点像抱着蛋的老母鸡。你才是老母鸡！别晃太欢，掉下去我可捞不回来。
夫君，鞋面的布够做好几双。除了咱们的，我还想给大伯做一双。上回他来送柴，我看他鞋底都快磨穿了。你决定，你是小管家。那你明天把大伯的鞋样拿来，我照着他的脚做。文浩哥的也做一双吧，他个子高，费鞋。还有大伯母，他脚小，布头够用。你把全家的鞋都揽了？当然，以前是没有布，现在有布了，当然都要做。别人的媳妇儿都会给全家做鞋，我也会。夫君的鞋底多纳了2层，耐磨；我的少纳1层，省布。你们听说了没？沈秀才昨天带他那小媳妇儿进城，买了一车东西回来。布铺的伙计说，光棉布就买了好几尺，还有针线包、大针、纳鞋底的东西。你说他们家哪来这么多钱？不是说那白糖卖得好吗？有人前2天在城里杂货铺问过价，说沈秀才的白糖比铺子里其他糖都白，价钱还贵。掌柜的说有多少收多少，不愁卖。那也不能这么花呀。我看他家那日子过的，又是买布又是买肉，比村长家还阔气。该不会花的都是那小娘子的嫁妆吧？那小娘子来的时候连个包袱都没有，就身上一件破衣裳，哪来的嫁妆？行了行了，人家有钱是人家的事儿，沈秀才又不是偷的抢的，你们操什么心？我们这不是替他心疼吗？你说他一个读书人，要是真花女人的嫁妆，传出去多难听。夫君，歇会儿。六叔家的地不用你帮着翻的，他们自己人多。赵志强昨天多挑了一担黄泥，我帮他翻一垄地，2清。就是那个沈秀才，听说天天花他媳妇的嫁妆，难怪把家底败光了也不愁。原来娶了个有钱的。什么有钱？他那媳妇腿是瘸的，眼睛是异瞳的，以前在苏家村都没人要。真要是有嫁妆，能没人要？我看就是沈秀才吹的。那你说他家钱哪来的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真是那白糖。他家院子里老飘甜味儿。二位有话当面说，我媳妇的嫁妆是手艺，能变出白糖的手艺。你们家要是有这样的嫁妆，也拿出来给我瞧瞧。夫君，你下午在田埂上说的话，会不会又被人传闲话？传就传，传多了，他们自己就信了。万一他们问我什么手艺，我说不出来怎么办？白糖是夫君在书上看到的法子，不是我娘家带来的。你就说是娘家带来的，我说的就是你说的。以前在苏家村，他们说我客亲，说我没用，说我是累赘。现在在水桥村，夫君说我有嫁妆，说我会手艺，说我是小管家。明明都是同一个人，怎么换了条村子，就全变了？因为水桥村有识货的人。夫君是说你自己吗？我是说大伯，他第一眼就说你不好生养，后来改口说你是个金饽饽，他识货。夫君，你放心，以后谁再问我的嫁妆，我就说我的嫁妆就是9坟钱，全给夫君买包子吃了。这个说法比手艺好，实诚，是吧？我也觉得实诚。今天在田里干的活多，光喝粥不顶饱。这碗是你的，我的那碗在锅里。苏家小娘子，你家那双布鞋你自己做的？是的，阿春婶，鞋面是我自己裁的，鞋底多纳了1层，耐穿。针脚不错。我家那口子昨天还说，沈秀才穿新鞋在田埂上走来走去，鞋底厚，踩在泥里不进水。
阿峰叔要是喜欢，下次我给他也做一双。不过得先让我夫君拿鞋样来。不用不用，他鞋多着呢。那个，听说你还会做白糖？会一点，是我娘家那边的手艺，以前阿娘教的。那改天你教教婶儿怎么做。我家那几个孩子老缠着要买糖吃，自己要是能做，也能省几个钱。好，下次婶子来我家，我教你，不难的，关键是要有黄泥。你这小娘子真是越来越利索了。阿春婶说你的新鞋鞋底厚，踩泥里不进水。我说是我做的。那以后再有人说你花夫君的钱，你就说是你自己挣的。这个月白糖的进账一共是53两4钱，刨去买原糖的成本，买黄泥的挑费，还有杂七杂八的布钱、针线钱、包子钱，净赚32两7钱，够还大伯1多半了。再过2个月，欠大伯的债就能全部还清。中秋节前把最后一笔送去，让他们过个好节。中秋节？我还没过过中秋节。以前阿娘在的时候，中秋只吃过1次月饼，是隔壁邻居嫌太硬不要的，阿娘拿回来泡在粥里煮软了，分我一半。今年中秋买新的，城里有家糕饼铺，月饼做的不错，到时候买1盒，一半给你，一半送大伯家。好，那我要豆沙馅的，桂花糕也买一点。上回文生哥带的桂花糕太好吃了，我做梦都梦到。哟，这又买的啥好东西？甜菜种子，今年秋播试种2亩，明年开春就能收了做原糖。到时候你家白糖能不能便宜点卖给村里人？能，同村的人买，比城里便宜2成。夫君，帮我拿一下，有婶子改天要来家里学淋糖，我得回去把天井收拾干净。沈秀才，田给你整好了，按你说的，这季先种甜菜，种子我们都下去了，等出了苗，除草施肥的活我们会按时来干。多谢柳叔，这一季收上来，咱们2家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啥恩怨不恩怨的？上次你救我孙子那事儿我还记着呢。对了，你六婶说了，以后你要用黄泥，跟志强说一声，他早上给你挑一担过去。反正他早上也没啥事儿，多挑一担黄泥还锻炼身体。沈秀才，我爹说了，以后每天早上1坛黄泥送到你们家，你要是不够用就说，2打也行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什么不好意思？你别推，推了你六婶又得念叨我。那就多谢了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六叔尽管开口。好说好说，你回去做你的事儿，地里的活交给我们。夫君，明年收了甜菜，我们自己熬原糖，成本就低了。到时候我想多攒些钱，把家里的屋顶修一修。好，修屋顶。还有柴房也要修。小花的窝漏风，冬天冷，我给它铺了些干草，但柴房的门关不严实，晚上有风灌进去，它都缩成一团了。母鸡冬天要保暖，不然不下蛋。好，修柴房。还有天井里的水缸也该换了。现在那口缸底长青苔，我每个月都要刷2次。刷缸的时候总弯着腰，腰酸。
夫君，偏菜不能浇太多水。2个月，从1碗发霉的粥到2亩偏菜，不算慢了。